我很喜欢看超商在端午节快到的时候推出的商品型录，不是看要买哪一款粽子，而是想从里面截取灵感。今年呢，我看到了一款港式果珍粽，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于是就有了这一支影片。果珍粽用到的长糯米及绿豆仁呢，我们要泡水6个小时备用。如果你跟我一样买到的是干栗子的话，我们需要4到6个小时去泡发它。这边呢，我用莲子去取代花生。干燥的粽叶我们一样泡水6个小时或者是隔夜。那这边你可以用一个重物去压着它。不太想吃太肥的五花肉，所以这边猪肉我用夹心肉代替。那我们进行简单的调味。猪肉腌制2个小时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处理罐头鲍鱼。虽然是罐头，不过呢，它10颗的售价也是要新台币600多块。把罐头里面的汤汁倒掉之后呢，我们简单清洗一下，然后进行调味。我一直很喜欢气味浓郁的鹅肝，这边呢我们泡水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干贝用米酒浸泡1个小时之后呢，我们上电锅2杯水蒸30分钟。这边是我浸泡了1个晚上的栗子，那浸泡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用牙签把它上面残留的这些壳呢，把它剔除干净。我买回来的干莲子虽然是去腥的，不过还是有几颗呢漏网之鱼。我们要把这个莲子心剔除掉，因为它蛮苦的，除非你想要安神降火气。栗子煮大概25到30分钟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就会变这样子，又白又大颗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加入莲子，再煮10分钟。豪华食材再加1，羊肚菌。羊肚菌呢，我们稍微清洗一下，泡5分钟，它就会软化了。咸蛋黄就以绍兴酒简单浸泡一下。干燥的荷叶在拿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它很容易戳破。我们把它浸泡在水里面1个小时。泡了1个晚上的粽叶呢，我们要煮15分钟。那最后的5分钟呢，我们再把荷叶放进去，所以荷叶只要5分钟就可以了。煮好之后，我们把2种叶子比较坚硬的蒂头呢修剪掉。浸泡完沥干水分的长糯米，我们做简单的调味，盐巴、胡椒粉跟一点点的香油。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果珍粽的包制技法。
长糯米跟绿豆仁也可以是这样子摆，或者你把它混合在一起也可以。那这边我的馅料是比较是开放式的。港式果珍粽我们要煮3个小时，水里面呢可以放2大匙的盐巴做调味。这边要注意的是，大火滚了之后呢，我们要转中小火。那如果你发现水不够，要添加热水。那我们放一个重物，以免粽子在煮的过程呢会浮起来。出炉喽，我们让它沥干一下水分，等一下就来品尝看看喽。打开之后就可以闻到荷叶跟粽叶淡淡的清香。糯米的粘性跟绵密的绿豆沙搭配的相得益彰。羊肚菌我就觉得还好，没有像香菇或茶树菇那么有味道。羊肚菌吃了个空虚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腌制入味而且有咸度的猪肉。鹅肝就是大海的使者，它带来满满的海味。反而鲍鱼的味道没有那么浓厚，但它越嚼越香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港式果珍粽家庭主妇练习曲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结果我的干贝忘了放。